突發驚嚇可能誘發心臟病。當被嚇親嘅一刻，身體會分泌大量壓力荷爾蒙，導致血壓同心跳急劇升高，可能就會引發心律不正、急性心肌梗塞，甚至猝死。有冇突然試過突然後面有人嚇一嚇你，嚇到個心都嚟啊你？哇，梗係有啦！好彩你有化妝添啫，如果唔係真係直頭嗰啲叫咩嚇死人啊！原來鬧鐘聲咧係可以嚇到心臟有問題嘅，所以今日嘅主題就係心臟受驚嚇你一跳。介紹翻今日嘅兩位嘉賓，分別有香港心臟專科學院會董董光達醫生、註冊運動營養學家歐善儀 Cindy嘅。歡迎晒兩位。而各位家庭觀眾咧，有任何健康嘅話題想關注嘅話咧，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開 TV 健康關注組專頁，又或者 WhatsApp 留言俾我哋都可以嘅。董醫生想問下點解咧鬧鐘響啊？其實可能會嚇一嚇我哋嘅咧。咁第一件事當然鬧鐘響嘅時候，對於我哋一個心理因素上覺得嚇一嚇啦。咁但係譬如一個好大聲嘅鬧鐘嘈醒咗我哋嘅時候咧，其實對身體嚟講咧都係一個突發性嘅一件事啦。咁都會令到我哋身體有啲反應出咗嚟嘅。譬如話我哋嘅腎上腺素可能會飆高咗啦。咁呢個腎上腺素咧就會令到我哋身體咧個心跳會加快咗，個心臟泵得大力咗啦，血管可能會收縮啦，繼而令到血壓升高嘅。真係會影響心臟咧，即係會好有壓力啊個人。當然啦，因為其實對個心臟嚟講，你個血壓高、心跳快，即係等於佢要做多啲嘢啊嘛，即係其實你勞動佢多咗咯。又但係會唔會話真係去到即係增加心臟病發嘅風險咁大件事嘅咧？嗱，如果純粹一個普通嘅人，平時我哋成日都鬧鐘響啦，當然絕大部分嘅時候其實都唔會引發到呢個心臟病發嘅。咁但係調翻轉頭講咧，如果個病人本身已經係屬於高風險群嘅，譬如可能你年紀比較大少少啦，本身可能已經患有心血管病啦，或者本身係三高嘅患者嘅話咧，你個心臟本身可能已經掹緊嘅時候，你突然之間俾個好大嘅負荷佢咧，就真係有機會咧會輕微咁增加咗患心臟病發嘅機會㗎。咁突發驚嚇咧，其實係咪真係會令到我哋嘅心臟功能咧突然改變咧？嗱，確實一個好大嘅驚嚇咧，係可以引發一個我哋叫心碎症候群嘅。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就係當一個好大嘅緊張嘅環境啊，或者好大壓力等等啦。咁當然唔係話鬧鐘響咁簡單，好多時係譬如話有啲唔慣登台嘅人，佢忽然間去登台。咁我曾經有個病人真係咁樣樣嘅，咁佢又引發到呢個心臟咧短時間咧好似一啲供血唔夠，好似人哋心臟病發咧出現嘅一啲症狀，譬如話心口唔舒服啦、氣喘啦、唞唔到氣啦。而當我哋將個病人係去做啲檢查嘅時候咧，我哋都發現咧心電圖啊、心臟酵素等等咧都可以有心肌梗塞嘅變化嘅。咁但係調翻轉咧，呢班病人咧，如果你真係去 check 佢嘅心臟血管嘅話咧，其實就見唔到有平時我哋話心肌梗塞、心臟病發嗰啲血管栓塞嘅情況嘅。咁佢好大機會咧都係因為一個好大嘅壓力咧，而令到心臟血管短暫有收縮啦，而令到個心臟短暫供血唔夠。咁喺我哋做啲檢查嘅時候，譬如話心臟超聲波等等咧，其實都會見到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嘅，就係個心臟咧會好似一個俾人吹脹咗嘅壺咁樣樣嘅嚇。咁日本人咧就叫做嗰啲墨魚壺嚇，就係平時我哋捉啲墨魚嘅時候咧，有一個好細個頸，而一個好大嘅壺身，等啲墨魚佢走唔翻出嚟嗰啲啊，爬咗佢走唔翻出嚟。咁其實個心都係好似咁嘅情況，而令到啲血入咗入去咧，佢又擠唔翻出嚟，咁所以導致一個心碎症嘅。又問下 Cindy 啦，嗱，朝頭早咧就係我哋嗰個即係心臟嗰個血壓啊波動嘅高峰期嚟㗎嘛。其實有冇話我哋朝頭早咧咩時間食早餐係最好，又或者應該食啲乜嘢咧？嗱，我平時咧就習慣起身之後咧就會盡快飲1至2杯暖水。咁因為你成晚咁多個鐘頭你冇飲水啦，再加上可能係天氣乾燥啊，或者開冷氣啊，同埋你呼吸啦，咁你其實都會流失咗啲水分嘅。咁所以咧就其實都建議希望即係盡快啲補充翻啦。咁另外咧有研究指出啦，食早餐咧同我哋嘅血壓同埋心血管健康咧係有關嘅。一啲唔食早餐嘅人咧，佢哋會增加患上心血管
管疾病嘅風險係有21%嘅。咁其實如果我哋食啲早餐嘅話，其實可以穩定翻我哋嘅血糖啦，仲有我哋嘅壓力荷爾蒙啦，同埋情緒啊各方面都好嘅。咁如果係關注血壓嘅人士啦，咁其實咧我哋就可以參考下 DASH diet 嘅飲食法，去挑選啱我哋嘅食物去做我哋嘅早餐嘅。即係譬如可能係一杯冇加一啲鹽嘅麥皮啊，咁半隻或者係一啲中型嘅香蕉啊，加隻蛋啊，加杯脫脂奶啊，咁都係一個唔錯嘅健康選擇嚟嘅。所以好多人咧，即係朝早起身啊，一定要嘆杯咖啡，人生大樂事嚟噶嘛。但係對於唔同血壓嘅人士嚟講咧，其實有冇話特定嘅份量要求定點樣咧？嗱，其實咖啡咧，咁好多人就會即刻聯想到或者特別關注，就係佢裏邊嗰個咖啡因嘅成分啦。咁可能會唔會即係影響我哋嘅血壓啊？咁咧最近咧我睇咗一個好得意嘅研究，咁咧就係幾名瑞士啦同埋一啲美國嘅科學家一齊做嘅。佢咧就揾一啲志願者，嗰啲志願者咧本身咧就係自己啦同埋佢哋嘅父母啦都冇一啲高血壓嘅問題嘅。咁咧就分別咧就俾啲志願者咧就係一杯3倍嘅濃縮咖啡，3倍嘅 decaf 嘅濃縮咖啡，靜脈注射250毫克嘅咖啡因，同埋靜脈注射一啲類似生理鹽水，我嚟做一個 placebo 嘅用途。然後咧就測試下佢哋喺呢啲介入嘅前後，佢哋嘅血壓啦、心跳啦同埋交感神經系統咧會起一啲咩變化嘅。咁個研究嗰個結果咧幾得意喎，佢咧就話啊，其實如果你係平時唔飲開咖啡嘅人咧，對於突然之間要飲一個3倍濃縮咖啡咧，會令到佢個血壓升高咧係特別顯著喎。如果平時我習慣飲開咖啡嘅，原來都即係冇乜太大影響嘅。至於原來注射啦，咁其實都冇呢一個飲濃縮咖啡嗰個令到血壓升嗰個咁明顯咯。所以我覺得呢個咧你可以即係成為一個參考，即係如果飲幾多咖啡啊咁，即係應該1至2杯咧，咁其實適可而止係 OK 嘅。咁我哋又去翻今日嘅話題啦。其實杜醫生啊，俾人嚇會唔會嚇純咗嘅咧？定係有冇啲話咧，平時嚇慣咁，即係再嚇佢就冇咁容易有心臟病？純咗。其實有冇咁嘅關係㗎？嗱，我相信就冇嚇純咗呢樣嘢，因為當然冇一個好好嘅醫學證據啦，因為冇人做咁嘅研究啦嚇。咁但係你問我咧，其實每一次嚇親你嘅一個情況咧，其實對於身體嚟講都係一個獨立嘅一個 impact， 一個獨立嘅影響嚟嘅。咁每一次當你一受嚇嘅時候，腎上腺素會升高啦，我哋身體一啲交感神經嘅反應會加強咗啦，令到我哋血壓會升高啦，心跳會加快啦。咁其實長期受好多嘅壓力咧，反而我哋知道咧，其實都會增加心血管病風險嘅。咁所以其實無論你淨係嚇過一次個風險啦，定係還是你成日俾人嚇咧，加埋令到你經常壓力緊張嘅咧，其實都會增加心血管病嘅風險。好啦，關於咧呢個壓力啦、驚嚇啦，對於我哋心臟嘅問題咧，相信大家都仲有好多嘅問題嘅。轉頭翻嚟再傾。心臟病咧係香港排名第3位嘅致命疾病。要預防心臟病，除咗有健康嘅飲食、規律嘅運動、控制體重、管理壓力之外，仲有嘅咧就係做定期嘅心臟檢查啦。曾醫生你好啊，咁其實一般人咧想做心臟檢查啦，其實有啲咩項目咧？而呢啲項目咧可以點樣反映到心臟咩狀況咧？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會有一啲簡單嘅檢查，即係譬如心電圖啦，可以大概知道個病人嘅心率啊，或者會唔會有一啲結構上嘅問題啦。另外咧，我哋都會做一啲血液嘅檢查。咁都會知道大概病人會唔會有一啲風險因素啦，即係譬如糖尿啊、膽固醇嘅問題，都會因應病人本身嗰個病徵啦咁都會安排一啲比較常見嘅檢查，即係譬如心臟超聲波啊，就可以話到俾我哋知心臟實時嗰個功能啦。我哋亦都會見到心臟個結構啊、心瓣嘅問題啊。咁另外咧，如果真係想知道病人心率會唔會有問題咧，我哋就會建議病人做一個24小時心電圖去睇一睇一日裏邊，即係病人會唔會有一啲唔正常嘅心跳啊，會唔會過快啊、過慢啊，或者可能係一啲我哋成日講嘅心律不正嘅情況咯。咁再進一步咧，我哋可能都會叫病人做一個動態嘅心電圖，叫病人咧喺個跑步機上邊做一啲大量嘅運動啊、急步行啊、跑步啊。咁跟住我哋就會睇下嗰陣時嘅心電圖嘅轉變會唔會有一啲心臟缺血嘅轉變啦，或者可能有一啲唔正常嘅心率咯。呢啲檢查都可以話到俾我哋知病人嗰個心臟嘅健康嘅。咁但係如果做晒
所有嘅檢查啦，真係咁唔好彩咧，發現一啲異常嘅情況咧，咁係咪要進一步做一啲檢查咧？咁呢啲檢查又係啲咩咧？我哋會叫病人做一個電腦掃描啦，咁打啲顯影劑，照一照 X 光，咁我哋就會知道病人嗰個心臟血管會唔會有一啲阻塞啊、收窄嘅情況。咁另外啦，如果病人咧做超聲波嘅時候咧，因為佢嗰個身形啊影響嗰個影像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叫病人咧做一個心臟嘅磁力共振啊。心臟嘅磁力共振咧就比較更加清晰，可以見到心臟嘅功能啊、結構啊，同埋一啲肌肉層面嘅一啲變化。咁如果做咗以上嘅檢查啦，咁電腦掃描啊或者磁力共振啊，都顯示病人咧有心臟血管嘅問題，即係所謂冠心病啦。咁我哋就會叫病人咧去做一個侵入性嘅導管檢查。咁呢個檢查咧，我哋就會真正見得到心臟嗰個血管會唔會有阻塞啦嚇。如果有嘅話咧，我哋會喺同一個場合咧可以進行通波仔嘅手術嘅。咁另外啦，其實我喺街度咧見到，例如可能喺商場啦或者運動場咧，都有一部 AED 喎。其實 AED 可以點樣救到咧心臟病發嘅人咧？AED 咧咁就係一啲體外嘅除顫器啦嚇，咁佢係全自動化嘅。咁施救者咧其實好簡單，將個 AED 嗰個電極咧即係黐上去病人個身上咧，咁 AED 咧就會進行分析啦嚇，佢就會睇下嗰個心臟嘅信號啊，會唔會係一啲可以電擊嘅信號嚇？通常我哋就係講緊心室嘅顫動啦。咁如果佢偵測到係一啲可電擊嘅信號嘅時候咧，佢就會提示個施救者去撳掣啦，進行個電擊嘅。佢嗰個作用咧就係將一啲電流啦嚇，咁去將我哋嗰個心臟咧一啲好亂嘅心跳咧，去回復翻正常。咁 AED 進行電擊之後咧，其實有時嗰個心跳咧都係未必夠強咧，可以供應到俾我哋身體。咁所以好多時咧都要繼續進行一個心肺復甦嘅情況。咁甚至乎咧有時可能係一啲未必適合電擊嘅情況嚇。咁譬如可能個心臟已經停咗啦，咁咧我哋都係要繼續進行呢個心肺復甦。咁同一時間咧，我哋都需要 call 999啦嚇。咁叫救護員咧去將病人咧帶去醫院嗰度進行急救咯。咁聽你咁講咧，其實急救嗰時間咧都好緊要喎，係咪咧？我哋都講緊一個黃金5分鐘嘅時間啦嚇。咁其實咧，如果個病人真係心臟病發咁需要搶救嘅時候咧，如果每延遲1分鐘咧，咁佢嘅存活率咧可能都會跌10%嘅嚇。咁所以咧，我哋係要盡快幫佢進行電擊啊，或者即係心肺復甦嘅搶救，咁先至可以令到佢嗰個存活率去大大提升咯。香港心臟專科學院每年咧都會舉辦一系列嘅活動嚟響應世界心臟日嘅喎。嚟緊咧就喺2026年1月11號星期日喺烏溪沙青年新村舉行，包括有健身跑同埋心臟健康嘉年華㗎。同時咧透過攤位遊戲同埋表演活動，向大眾咧傳達護心知識。血壓高、心臟跳得快，對身體會造成咩影響？日常生活又點樣可以自我監測及管理朝早起身心跳同血壓升高？長期精神壓力又對健康有咩傷害？繼續講下心臟受驚嚇你一跳。介紹翻今日嘅兩位嘉賓，香港心臟專科學院會董光達醫生，註冊運動營養學家歐善儀 Cindy 嘅。好啦，繼續問下董醫生啦。我想問下有兩種情況啦，就係如果血壓係波動大，同埋長期嗰個血壓都偏高，其實邊樣嘢係比較差啲，冇咁理想咧？其實兩個情況都係唔理想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咧，血壓正常嘅病人咧，其實比較個波動都係會少啲。一般血壓越高嘅病人咧，其實個血壓嘅波動都會越大嘅。咁其實無論你係血壓間歇性高啊，定係長期高咧，其實當佢高嘅時候咧，都會令到我哋個血管內壁咧係會受到啲損害啦。咁繼而咧令到佢可能會有啲膽固醇啊等等嘅嘢會積聚落去啦，導致啲斑塊，令到個血管咧係會收窄咗。咁長遠咧都會影響我哋嘅供血啦。咁當然去到一個好短暫、一個好高嘅血壓咧，其實都可以直接令到我哋血管咧可能有一啲撕裂啊等等嘅情況。咁呢啲其實都會長遠對心血管病死亡風險係會增加嘅。我想問咧，如果我哋跑步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心跳會加速㗎嘛，同我哋突然間例如俾鬧鐘嚇醒嗰種心跳加速咧，有冇唔同嘅咧？其實都會有兩個唔同嘅反應嚟嘅。咁因為跑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知道個心跳加速係慢慢出現嘅，即係你唔會話你一跑忽然間就跳到好快，通常係會慢慢越嚟越快，越嚟越快。咁所以身體有個時間可以作出適應啦。咁但係突然之間嚇親嗰啲咧，其實就係一個突然之間嘅升高嚟嘅。咁所以嗰一下個血壓個落差可以非常之大啦。咁所以令到個心臟嘅負荷會更加明顯。講完咁多，即係有驚嚇啊，有心臟負荷嘢咧，不如我哋舒緩下啦。Cindy啊，有啲咩食物可以令到我哋嘅精神放鬆啲，即係令到我哋嘅心臟啊、血壓啊都可以即係降翻啲嘅咧？
嗱，奧米加3脂肪酸啦、蛋白質啦、膳食纖維啦、維他命 B12、鎂質同埋益生菌等等咧，都可以幫助舒緩呢個焦慮嘅壓力嘅。咁平時咧，我哋可以食多啲係含有豐富油脂類嘅一啲魚類啦，例如係三文魚啊、青魚啊或者黃花魚等等啦。咁已經係有奧米加3脂肪酸啊、蛋白質啊、維他命 B12咁樣啦。而鎂質咧，其實佢可以幫助調整我哋嘅皮質醇水平啦，可以即係舒緩我哋焦慮壓力嘅。咁我哋可以喺牛油果啊、黑朱古力啊、杏仁啊、菠菜啊等等呢啲食物嗰度揾到啦。咁至於益生菌咧，就對我哋嘅腸道嘅微生態係非常之好啦。咁因為咧，我哋有個叫做gut-brain axis，佢係一個腸路軸一個嘅係聯繫喺裏邊啦，就可以幫助調整呢個壓力荷爾蒙啦，舒緩呢一個焦慮嘅。而膳食纖維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益生菌嘅一個食物啦。咁佢可以幫助咧喺個腸裏邊咧，就可以產生一啲嘅短鏈脂肪酸，同埋可以咧就幫助支援咧製造多啲血清素，咁等我哋可以放鬆到嘅。仲有想問下 Cindy 咧，即係知香港人工作個生活好忙碌，節奏又好快啦，即係朝早起身咧，未必有咁多時間慢慢嘆個早餐啊，或者需要啲簡單嘅嘢，係咪有啲簡單3寶嘅護心組合可以推薦俾大家咧？嗱，首先好多香港人係中意食麵包做早餐啦，咁我就建議咧就係即係揀全麥嘅麵包啦。咁我自己咧就會中意即係切1/4個牛油果。即係壓溶佢，跟住搽喺嗰個全麥麵包嗰度，可能加隻雞蛋啊，加少少果仁碎啊，或者可能擠少少檸檬汁落去啊咁樣，再加杯脫脂奶啊，或者有啲人中意飲咖啡，咁其實都得嘅。好健康。講完食，大家冷靜完啦，我哋又講翻呢個心臟問題啦。杜醫生啊，點解高血壓患者會容易出現呢個心律不正咧？血壓高引致心律不正咧，其實有幾個途徑嘅。咁首先第一咧就係血壓高嘅病人咧，其實心臟咧會因應住血壓高咧作出一啲調整嘅，包括譬如話心臟肌肉會肥厚啲啦，咁繼而會令到佢個舒張功能會差咗，而令到心房發大。咁當心房發大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增加咗心房出現一啲心房顫動等等嘅心律不正常啦。而肥厚咗個心臟咧，亦都容易有一啲早搏類嘅一啲心律不正常。咁第二個途徑咧就係其實血壓高咧，大家都知道啦，本身係血管病嗰個誘因嚟㗎啦。咁佢可以令到我哋嘅血管收窄嘅機會增加咗，令到冠心病出現啦。咁亦都係另外一個途徑咧，可能會增加咗心律不正常嘅機會嘅。咁我哋咧即係每朝早起身咧，點樣去自我監測同埋管理呢個心跳同埋血壓升高嘅情況咧？當然第一樣嘢就係保持一個開心平復嘅心情啦嚇。咁但係呢個永遠都係講係容易做係唔容易嘅，咁大家要努力啦嚇。咁第二咧就係其實監測嗰度咧，其實唔好淨係靠覆診嗰陣時去睇醫生去度血壓。盡量自己屋企咧間唔時都度下血壓，咁你就會知道咧其實自己個波動有幾高啦，同埋有陣時咧屋企個血壓同診所血壓可能相差好遠，而令到我哋俾藥嘅時候咧，可能對個病人嚟講未必係最啱嘅劑量嘅。咁所以當你有屋企嘅血壓記錄嘅時候咧，醫生用藥嘅時候就可以更加精準啦。但其實咧，啲人話長期精神壓力咧都會影響到個心臟，其實咪會對個心臟有負擔嘅咧？係啊，其實長期嘅精神壓力咧，本身係可以影響到我哋身體嘅，譬如交感神經啊等等啦。咁呢個咧會令到我哋身體容易會有一啲譬如血壓高啊等等嘅誘因出現嘅。咁同埋亦都有好多研究其實都發現咧，一啲長期喺高壓力底下工作啦，又或者係長期要喺個高好長時間工作嘅一啲市民嚟講咧，都係會更加容易有心血管病死亡嘅風險嘅。對於新而家啲咩新嘅方法咧，可以幫助控制呢個血壓波動咧？嗱，如果要控制嗰個血壓咧，其實首先藥物嗰度咧，其實我哋好多時都會用一啲我哋叫長效嘅血壓藥啦。以往可能上一輩嘅人咧食藥咧，可能會要食2、3次控制血壓啦。而家好多時我都用呢啲長效藥咧，令到可以朝頭早淨係食一次，其實個血壓咧都好平均咁樣控制得好。咁第二咧，當然就係一個好嘅生活習慣啦，適當嘅運動啦，減壓嘅一啲策略啦。咁頭先你特別提到鬧鐘嘅問題啦，咁有啲研究就話，原來你一個舒服啲嘅方法起身咧，又係會好啲嘅。譬如話，可能你校個鬧鐘唔好校到咁刺耳啦，一啲柔和啲嘅音樂啦，或者用啲燈光做一個先行一步嚇，鬧鐘未響之前有啲燈光着咗先嘅。咁呢啲其實都可以令到你起身嘅時候咧更加舒暢啲，咁你就冇咁容易嘅血壓高啦。係啦，咁啊聽完兩位嘅專業意見之後咧，其實咧我都有少少嘅即係個人少少分享，就係當你起身嘅時候咧，一鬧鐘響完醒咗啦，其實可以喺張床度咧就即係深呼吸幾下，令到自己個人嘅精神狀態真係醒咗，先至即刻起身，令到個人咧就唔好話哇好緊張我要翻工啦，咁啊衝去翻工嘅話咧，其實個心臟咧都會好啲嘅。
前列腺癌咧就係男性入面最常見嘅癌症之一。對上一次官方公佈數據咧，就喺2022年有2758宗新症，預計都會有上升嘅趨勢。有研究指出咧，飲食可以預防。一於問下營養師先。Hello， 阿 Win 你好啊。咁我想問下咧，食啲咩咧可以預防前列腺癌咧？嗱，其實預防前列腺癌方面可以食多少少一啲嘅十字花蔬菜，譬如西蘭花呢啲啦。另外番茄都有幫助啦，或者其實好多水果都幫到手嘅。咁點解呢類食物咧可以預防到前列腺癌咧？嗱，其實呢類食物入面咧有好豐富嘅抗氧化營養素喺度嘅。實際上係做啲咩咧？就係幫我哋對付啲叫自由基嘅東西。咁呢自由基其實咧，我哋正常嘅新陳代謝啊、呼吸啊，或者用得電話多呢啲咧，都會令佢產生到嘅。咁其實就會破壞我哋身體嘅細胞，咁導致到機會容易啲出現呢個癌症嘅。咁抗氧化就係去制止佢哋呢個行為咁樣咯。明白。咁我又想知啦，其實喺飲食習慣上面咧，有邊類人咧會容易成為比較高風險嘅人士咧？首先啦，咁如果出街食飯比較多嘅朋友仔咧，都會高危少少嘅。咁但係啦，唔好諗住我冇出街嗌外賣，同樣嘅啫，都係嗰啲食物嚟嘅，係咪？咁因為出面烹調多數啦，啲油鹽糖呢啲東西會多少少，或者尤其是啲唔健康嘅脂肪，都有機會提升呢個癌症風險嘅。不過另外啦，再危險啲嘅食物咧，其實屋企自己都煮到嘅，譬如咩咧？啲嘅超加工食物啦，譬如啲腸仔啊、午餐肉啊，甚至乎我哋正常打邊爐啲丸類嘅都計嘅。總之點為之超加工咧，就係好多嘅油鹽糖啦、鈉質呢啲會多啦。經常食呢類嘅人士咧，亦都個風險會比較高好多。咁除咗飲食習慣之外咧，咁喺生活習慣方面咧，咁有邊類咧又會容易成為高危人士咧？飲酒方面嗱，少飲就怡情嘅，所以唔好太多啦。因為始終咧酒精都屬於一啲容易致癌嘅物質，咁所以控制翻個份量啦。大家可能男士每日最多2杯，女士每日最多1杯。咁嗱，我會唔會飲紅酒好似好啲咧？入邊聽講有抗氧化營養素噶嘛，有白藜蘆醇噶嘛。咁其實真係有嘅，不過啦，未足以抵消到嗰個癌症風險。咁所以唔好話我唔飲開酒，特登再去飲就唔理想啦。另外食煙亦都係另一個高風險嘅行為啦，係咪？仲有就係咧，可能加強翻嗰個運動啦，咁可以做一啲嘅帶氧運動啦，即係跑步啊、游水之類啲啦，或者啲嘅阻力運動，可能啲舉啞鈴啊，或者啲拉橡筋帶啊呢啲咧都可以幫到手嘅。其實咧，仲有一個生活習慣會幫到手嘅，就係男士啦，要定期去釋放自我，去做一啲喺張床上面嘅事情啦。咁其實要做幾多咧？其實哈佛大學出過研究嘅，其實都唔少，一個月要做到21次先至幫到手。係啦，咁所以盡量去到保持活躍咧，都有個幫助嘅。明白晒，唔該晒阿 Win。咁其實預防方法咧就有好多種嘅，其中一樣咧就係要定期檢查，記得去啊。